当年有一只猫叫想想，那个机制放归失败的那只猫。你第一只野化的熊猫是吗？全球首只是吗？熊猫想想，一个让人心疼的名字。它是一只人工圈养的大熊猫，本应在熊猫基地与孪生兄弟福福无忧无虑的成长，然而命运却让它成为了人类第一只圈养大熊猫野外放归实验的对象。不到6岁就惨死郊外，带着对奶爸刘冰的恨去了潘达星。饲养员刘冰在自责和愧疚中一夜间白了头。想想也用他的生命警醒一众人。在不到2岁的时候，想想就被选中参加这项实验。他的生活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从最初的恐惧和无助，到后来的冷漠和独立。想想的生活轨迹犹如一颗被无情地推入野外的石子，充满了未知和危险。对于他来说，这个世界是陌生的，是充满恐惧的。他依赖他的奶爸，依赖那个照顾他、陪伴他长大的刘冰。想想这个名字，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只是简单的2个字，但对于饲养员刘冰来说，那是他一手带大的孩子，是他心中无法割舍的牵挂。在培训初期，想想还没有野外生存的能力，他依赖着饲养员刘冰，每次看到刘冰都会紧紧抱住他，希望他能带他离开这个陌生的地方。想想紧紧地拥抱着奶爸，脸上充满了惊恐，刘冰的眼眶里闪烁着泪光，也只能轻轻地推开了年幼的想想。饥饿而孤独的想想无奈地走回隔离护栏，期待着奶爸开门让他回家。然而等待他的却是工作人员的驱赶。他在丛林中迷失了方向，无法寻找食物，他的身体因饥饿而变得虚弱，连叫声都显得无力。饲养员向上级请示，为想想准备了几根胡萝卜。想想紧紧地依偎在饲养员刘斌的怀里，用充满期盼的眼神看着他，生怕奶爸会离开。只要在奶爸的身边，他就会感到安心，食物也似乎变得更加美味。每当奶爸刘斌离开，想想就会变得紧张和沮丧，他紧紧地抱着爸爸的大腿，仿佛这是他唯一的安慰。然而饲养员不得不尽量远离他，这使得想想感到奶爸已经不要他了，他被抛弃了。奶爸清楚地知道想想的性格并不适合野外生存，他需要更多的陪伴和照顾。然而实验仍在进行中，他不能为想想提供任何食物，也不再允许饲养员靠近，他只能远远地观察想想，有时心疼得无法忍受，就会偷偷地为他留下一些食物。渐渐的，想想开始尝试吃一些不喜欢的竹子，学会了如何为自己筑巢，如何躲避寄生虫的侵扰。他的野外生存能力逐渐增强。与此同时，他对靠近的工作人员也变得冷漠起来，甚至当奶爸刘斌走进他的领地时，他也会试图赶走他。刘斌意识到想想对他已经非常失望。直到2006年4月，经过3年的训练，5岁的想想终于还是被正式放归山林。工作人员认为想想已经具备了野外生存的能力，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想想的悲惨经历才刚刚开始。由于大熊猫的生存环境非常复杂，对于出入野外的想想来说，它完全是一个异类。它没有同伴，没有属于自己的领地，它只有孤独和恐惧。几个月后，工作人员发现想想受伤了，他的背部被撕扯下一块肉，后肢掌部也多处受伤。工作人员分析，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想想误闯了别的熊猫的领地。面对这样的伤害，工作人员立刻将他接回熊猫基地疗养。回到基地后，想想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，他也许已经不再期待任何人类的帮助。当他伤势恢复的差不多时，又被重新放生。这次他没有一丝留念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然而命运并没有放过想想。不久后传来噩耗，不到6岁的想想安静地躺在悬崖下，身上覆盖了层层积雪。当工作人员赶到时，想想已经冻僵了。经过检查后，发现想想遭到严重的损伤，死因是从高处摔下造成的严重内伤。然而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。在想想去世后不久，他的孪生兄弟福福因为同样被放归野外。福福现在22岁，虽然和想想有着相同的经历，但他幸运地活了下来。他的故事给了我们希望，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和大自然和谐共处，让所有的生物都能够享受到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地和自由。熊猫想想的一生虽然短暂，但他的故事却足以警醒我们，在大熊猫的保护工作中，我们需要做得更好，以想想的生命为鉴，为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献出自己的一份力。